诚意那句拥抱生活，藏着一套高情商的控场技巧。一句话稳住全场。各位，我先描述一个画面，你跟我一起想象一下。一个生日会现场，灯光、应援，几千号人的热情，全都堆到最高点。然后突然，台下齐刷刷一片声音，当着他爸妈的面喊他老公。就这么个场面，你要是站在台上，你会怎么办？我跟你讲，绝大多数人这时候是懵的，要么脸一红不知道往哪看，要么硬着头皮尬笑，要么干脆装没听见，把话题岔开。可程一没有，他慢悠悠的把话头一转，落到了那8个字上：拥抱生活，享受生活。全场那股快要烧穿屋顶的劲儿，被他这一句稳稳的接住，又轻轻的放下了。今天这期我不八卦，不复盘谁和谁，也不聊那些乱七八糟的争议，我只想安安静静的把这一句话掰开揉碎，跟各位聊明白。因为我越想越觉得这哪是什么口头禅啊。先说回那个现场，把细节补全。那场生日会，粉丝喊老公的时候，他爸妈就在台下坐着。这是我读到的时候笑出声的一个细节，助理涛涛听着那一声声老公，笑得直不起腰。你想想那个画面多有人情味儿，爸妈在场，助理笑场，粉丝起哄，全是真情实感堆在一块儿的那种热闹。好，到这儿我得停一下，因为接下来我要说的是我自己的观察，我的分析，不是什么官方定论。咱把话说在前头，今天这期我只聊这一件事，但我跟你讲，这一件事能解释程毅这个人身上很多东西。我这阵子是真反复琢磨这句话。我们平时把拥抱生活、享受生活当个段子在传，听多了甚至觉得有点好笑。可你真把它放回那个具体的场景里，几千人的炽热，父母在场，气氛烧到顶点，你会发现他能在那一瞬间精准地说出这句话，靠的根本不是运气，那是一套技巧，一套很高级的关于怎么跟人说话的技巧。作为他的粉丝，我当然有偏爱，这个我大大方方承认。但这次的判断，我可以跟各位保证是公平的。我追他不是因为盲目，是因为我看到了一些别人可能没怎么细想的东西。老粉应该懂我在说什么。来，我把这句话拆开。我觉得他至少藏了3层。第一层，他先接住了情绪，这一点特别容易被忽略。注意啊，他没有否定粉丝，他没说别这么叫这样不合适。你想，他要真这么说，现场气氛啪的一下就掉下来了，台下那些大老远赶来的人心里的多凉。他没有，他是顺着那股热情往下接的。这就好比下厨，火候刚刚好，该让它热的时候他不去浇水，可他手里那把勺子始终拿着，他清楚什么时候该收。这个接住而不放纵的分寸是第一层。第二层，这层我觉得是最关键的，他温柔地画了一条边界，拥抱生活，享受生活，你慢慢品这句话。他干了一件很妙的事，把全场的焦点从我程毅悄悄地不动声色地转回到了你自己的生活上。他没有顺势把自己架到那个老公的位置上去，没有借着那股热度往上飘，他反过来说，去过好你们自己的日子吧。这是边界感，而且是那种不伤人的，让你舒舒服服就被引导走了的边界感。难就难在这儿，划界容易，划得不伤人，难。第3层，他还顺手给了一个正向的出口。那句话完整的版本，其实前面还有半句，读书的好好读书，工作的好好工作。你看明白他在干嘛了吗？他把追星这件事硬生生引导成了去好好生活。他没让粉丝的热情悬在半空中无处安放，他给了个落点，而且是个特别健康的落点。接住，转向，给出口，这3层连起来，一气呵成，中间几乎没有停顿。我跟你讲，这个 level 真不是随便哪个艺人都能 hold 住的，这需要对场面、对人心、对自己位置的3重清醒。哦，对了，我得补一段背景，不然你可能觉得我在过度解读，在给偶像强行加戏。程毅这个人是有一贯性的，
他不带父母上综艺去博热度，这点老粉都知道。他平时低调到什么程度呢？散步遛狗，打游戏也带着狗，活得不太像个当红明星。有报道里提到过，他从不消费粉丝，一直鼓励大家去拥抱生活，去过好自己。这些细节我得诚实说一句，凭印象说啊，里头有一部分是网络和粉丝整理的回忆，不是官方一手采访，要是有出入，欢迎各位在评论区补充指正。但是你就算把它打个折来看，那个一贯的趋势是非常清楚的。我之所以一直强调一贯2个字，是因为一次得体可能是临场反应好，运气，可次次都得体，那就不是运气了，那是这个人骨子里的分寸感。一个偶然叫巧合，一串偶然叫人品。那么问题来了，这件事真有那么难吗？不就是说了句漂亮话吗？我跟各位说，难，非常难。难道你把它放回整个行业里看，才知道有多稀缺？你想想那个环境，不光是那一年，整个流量市场的逻辑就是这样，艺人面对粉丝的炽热，台面上往往只有2种选择。第一种，过度回应，怎么甜怎么来，粉丝喊什么就接什么，把那股劲儿越烧越旺。短期数据当然好看，热搜也漂亮，可是怎么说呢？那本质上是在透支感情，透支边界，透支这段关系往后能走多远。第二种呢，是冷处理，直接把距离拉开，公事公办，结果就是把真心待你的人也一起推远了，伤了感情。而诚意走的是第3条路，一条特别窄、特别难走的中间路。他既不点火，也不泼冷水，他是把那盆烧得正旺的火，小心的、稳稳地挪到了一个又安全又温暖的位置上，让它继续暖着，但绝不让它失控。这个分寸，说实话，我想了挺久。在那种人人都想抓流量，生怕慢一步就被淘汰的环境里，能稳得住，还能反过来把粉丝往好好生活上引的人，本来就少。我不是说他一个人能改变整个行业，那太夸张了，没人有那本事。但我想说的是，他至少把自己这一块守得干干净净。好，说回那个现场，我还想聊聊父母在场这件事，因为我觉得他被严重低估了。各位有没有发现一个对比？他父母出现的场合是生日会，一个私人的、温暖的，属于他和粉丝之间的场合。可你几乎从来不会在综艺节目里，在那些营销热搜里看到他爸妈的身影。这是什么？这就叫公私分明。该让家人感受到温暖，让他们看看儿子被这么多人爱着的时候，父母在场。可一旦涉及到把家人推出去博流量，当营销素材，他守得死死的，一步都不让。这种该暖的时候暖，该护的时候护得清醒，在今天这个什么都能拿来卖的环境里，真的不多见了。至于网上那些玩笑，说他爸以前还催过婚，现在台下一堆准儿媳，这种我就点到为止啊。这是人情味儿，听着挺可爱的，咱们当个温暖的背景乐听听就好，别往深里挖，更别去揣测人家的私生活。我没那个意思，咱拉回正题。那重点到底是什么？重点是你把这2件事放一块看，他怎么跟粉丝说话，和他怎么安放自己的家人，你会发现背后是同一种东西在起作用。分寸感，一种我懂你的热情，我也接得住，但我守得住我的边界，而且我不让任何一个人难堪的分寸感。对粉丝是这样，对家人也是这样，一以贯之。所以你回头再看拥抱生活，享受生活这8个字，表面上它轻飘飘的，像句客套话，往里看一层，它是一套接住情绪、划清边界、给出正向出口的成熟沟通技巧。可你要再往里看一层呢，他说的其实是一个人到底用什么样的态度在对待那些真心喜欢他的人。他有句话我一直记得，你们在我这儿永远都是18岁。后面那半句的意思其实是在说去好好生活。你品这句，又宠又有边界，把人捧在手心里，却又轻轻推着你往前走，让你去过好自己的人生。
那种坚持，那种分寸，懂它的人会懂，也不需要谁来定义，来证明。时间放在那儿，慢慢就看明白了。今天这期就聊到这儿。各位要是也想到了哪个瞬间，任何一个能体现他这种分寸感的小细节，评论区告诉我，咱们慢慢聊，不着急。